我叫麦克，家里已经断粮好几天了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带点物资回去，然后卖给善良的商人补贴家用。听是枪声，就在前方不远。在这末日世界生活不易，各种黑暗武装力量盘踞在各个角落，搜寻物资的途中需要尽量规避他们的眼线。当然，更加可怕的还有那些和我一样的同类。为了生存，他们不介意向你挥起屠刀，也许只为了一卷生锈的铁丝或者一个废旧螺丝帽。途经一所房子，我卑微地走了进去。任何一点可用之物都将会是我生存的保障，但是很显然，这里早被他人搜罗干净，所以我只能继续前行，前进在这早已停摆的世界之中，继续小心且卑微地寻找那一点可用之物。等等，有脚步声来自我的左后方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心猛然紧缩了起来。麻烦了，老婆孩子还在家嗷嗷待哺，我绝不能发生一点意外。未知的敌人最可怕，我需要尽快逃离。不好，我遭遇攻击，回身却未见敌人身影，中弹失血，视线模糊，需要赶紧疗伤。再快一点，对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不行，还是看不到他，得赶紧离开此地。这边有个小院，先继续躲一躲。不好，脚步声。多年野外作战养成的应变能力让我先行解决了它，应该暂时安全了。我抓紧时间干咽下去一颗止痛药，它早已过期20年，希望还有些作用吧。有效，我的视线恢复了。继续深吸几口气，方才躁动的心脏慢慢平静下来。随后我谨慎地观察四周，蹲伏下去。在这末日世界，舔舐物资容不得一点马虎。来看看它都有些什么好东西。一个身份牌，一颗手雷，一个弹挂，还有一把步枪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能换不少钱呢。太棒了，今天这一趟我感觉不用再继续搜索物资了，只需把这些带出去就能小发一笔。躲到屋内，我小心地检查弹药，不错，弹匣全满。来再看一下他的弹挂里有什么，也不错了，一个压满子弹的 AK 弹匣，一包杂牌锅巴，还有一组军用急救包，这都是随时可以用到的珍贵物资，全部缴纳了。特别是这包锅巴，我尝了一口还嘎嘣脆。凭借超级加量的添加剂，几十年过去了还能新鲜露出。那么现在赶紧回家吧，我右胳膊的伤耽搁不得，现在只能靠封闭暂时维持。听，旁边枪声犹在，显然两伙人马还在交战，应该没有余光注意到我。我迅速发速狂奔起来，选择的路线也比较讲究，靠墙还有花丛遮掩，避免腹背受敌。唉，只可惜这副小体格跑不了多远就得喘息一会儿。这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，宅家熬夜点外卖，伤了本源，损了根基。喘死我了！我有心吃点东西补充能量，却又不舍得，再坚持一下。只要再坚持一段距离，就能到达撤离地点了。继续出发。不久之后，我来到汽车旅馆附近，吓人的枪声传入耳中。曾经的温馨旅馆，如今被恶人盘踞，也成了这座城市最危险的区域之一。所以，我需要打起百般精神。太吓人了！里面发出了瘆人惨叫，我贴墙前行，力争不发出一点声音。在这一刻，脚上穿了几十年的鸿星尔克发挥了作用。突然，我汗毛炸起，脚步声，有人来了。万幸，我提前听到了他的到来，但不幸的是，我的左胳膊也受伤了，只因为我对手中武器不了解，没想到他只有单发，赶紧疗伤。这里的枪声必定会引来他人注意。危机解除，又到了收获的时候了，真好。不错不错，都是值钱的东西。什么空前不俗？该死，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带走这些小东西，并暗暗发誓，等以后有钱了，一定要去善良的商人那里定制一个大大的背包。现在赶紧撤离，这满身的物资，要是被人击杀，那可真就是欲哭无泪了。最终，我顺利找到了撤离地点，小心探查四周，并没发现敌人埋伏。终于要回家了，真好。本次收获颇丰，我心情愉悦，又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了。我再次找到了文森先生，他主用各类弹药，偶尔也收购点废品，就是价格上确实有点黑，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这末日世界能把物资脱手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兄弟们，以上就是我在真硬核射击手游暗区突围中的真实体验了，全程紧张又刺激。看了上面的故事，你还有胆量也来上一场硬核冒险吗？实话说，这游戏确实非常硬核，就连子弹都需要自己手工填装到弹匣中。所以每次出发之前检查弹药状态是必备流程，大家一定要谨记。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一点我在游戏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吧。
首先，如果你不是那种超级自信的超级高手，请不要和我这样把全部家当都带在身上。在这一局中，我步枪狙击加上3级套装，并且还带着足够治疗1个营的药品，不可谓不豪华不尊贵。但是，在一场仓促的遭遇战中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化成了过眼云烟，随风飘去。有人说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做个跑刀一族。随着消耗完初始武器，穷人越来越多，这应该是暗区突围中出现的最多的一种玩法了。不过，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，关键时刻做个伏地魔也不是不可以。还可以更深入的欣赏一下这款游戏的主策画质，但是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，就如同我此时这般，遇到敌人也只能仰天长叹。当然，在反复的历练中，我也发现一个可以快速聚集财富的好办法，那就是当一名游荡者，伪装成游戏中的 NPC 进入游戏。在这种状态下，系统会随机分配一套装备，聪明的你应该想到了，我们只需带着这套装备混到撤离地点，那这些就都是咱们自己的了。在潜行的过程中，只要你不作死，不主动招惹 NPC 们是不会对你开枪的。唯一能对你构成威胁的是 NPC 老大和其他玩家，但毕竟这款游戏的本质是生存，所以那些玩家不一定会主动招惹你。我没见过你啊。哦，我是新来的，你辛苦了，兄弟，继续加油，我去前面看看。所以你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回家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装备转移到仓库里，然后自己留着，或者拿去换成钱，累积我们的财富了。怎么样？这种赚钱方法是不是简单又实用？综上所述，个人感觉在目前的手游市场确实缺乏一些这种比较硬核的游戏。希望这款游戏的到来可以带来一些惊喜吧。当然，作为手册产品，也希望一些细节部分可以继续打磨。比如，我就总感觉在加速跑的起步阶段有些微的迟钝感。另外，枪声的拟真度感觉也可以再加强一些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随着这款游戏的正式上线，后期关于暗区突围的一些玩法视频亦将逐步送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